大家好，欢迎来到 Vesper 的厨房。这一期想跟大家聊聊粉油法棒蛋糕制作的一些要点。说到这个粉油法棒蛋糕，其实现在网上能查到的相关的信息和操作流程并不是很多，也没有人很系统的去讲一讲它要怎么做。更多的大家还是以糖油法的讲解为主。但是粉油法棒蛋糕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方式，一个是它的成功率高，操作的复杂性低。再一个就是说，它可以让你更大胆的去调整你的配方，你可以更大幅度的减糖、降低甜度，可以更大幅度的加一些液体，提升一些风味或者提高湿润性。然后这个粉油法呢，还更适合大批量的制作，因为如果你一次性打过6条、8条、10条这种，你会有体会。糖油法的棒蛋糕，它的那个黄油的量越大，然后蛋液的量越大，它其实水油分离的风险也就越大。那粉油法能让这个风险降低很多。并且一个成功的粉油法做出来的蛋糕品质非常好。我这一套流程下来，最终我的面糊的比重是可以控制在80%到85%这个区间，甚至还可以更低。然后说到这个比重啊，那我也想引入一个概念，就是比重的概念。这个不管是小岛老师的书还是这个小川进的书里，他都有提到过这个概念。所谓的比重，其实它就指的是这个密度。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它可以让你在一开始经验不充足的情况下去更好的评判你烘焙过程中制作的面糊的一些状态。比如说这就是一个比重杯，它的容量呢是100毫升，然后它的使用方式就是你这个面糊制作好了，你把它放进去填平啊。那比如说最终称出来它是80克，那它的这个比重就是80。像我们一般棒蛋糕最终追求的比重就是在80到85这个区间。我觉得如果再高的话，可能它的那个组织相对就会没那么蓬松细腻，就会更扎实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偏好，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我想说的就是这种粉油法的棒蛋糕依然可以做到低的比重。其实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给它打入更多的空气。其实棒蛋糕我觉得最终追求的都是这个，无论是糖油法还是粉油法，我们都是要均匀的打入空气，然后让面糊充分乳化，通过增加体积的方式去控制它最终成品的这个口感，还有它的细腻程度。所以这个测比重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粉油法棒蛋糕怎么打出低的比重，这个也是我这一期讲解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操作让它打入更多的空气，这个就是核心。这个比重杯你们可以都买一个，这个东西还是很实用的。包括中间我会测一次黄油和面粉打到什么程度，会用这个比重去用比重杯给它量化一下，包括最后我成品的面糊是什么比重，我也会给它量化一下。因为这个东西你有了它，你就是一个标准了，你就知道啊，我一称我最终的面糊比重是90，那我还没有打到我就接着打。每一种品类都有它就是它比较适合的一个比重的品类。我这里说的只是棒蛋糕的品类，其他的品类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查一查。下面我就来说说我这个视频主要讲的内容吧。其实我这一期主要讲的是粉油法棒蛋糕的一些操作要点，就是包括怎么把它的比重降低，然后一开始的初始的温度怎么控制，操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先说明几点。第一个就是这期视频我不会提供完整的配方，我做示范的这个配方是我工作室现在商用的一个柠檬棒蛋糕的一个配方，也是经过我自己多次调整的。我暂时还没有想把它公开出来，但是这个其实并不要紧，因为大多数的棒蛋糕的配方都是差不多的，你只要找到一个差不多的配方就可以了。因为初始的棒蛋糕的配方就是糖油蛋和粉是4个1，那你可以减一些糖，增加一些蛋，或者增加一些奶这种液体，然后来跟着我的这个流程做，只要不是特别离谱的调整都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配方。那首先就是黄油，黄油要提前拿到室温软化，但是这个软化正常我们做糖油法的棒蛋糕可能要软化到22度左右，这个粉油法它不需要，我觉得20度左右就可以了。原因就是这个粉油法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它首先是要和黄油和面粉混合，所以它的阻力比较大，它在搅打的过程中升温比较快，这个是我觉得黄油的初始温度要比糖油法降低一些。然后这个是黄油的部分，黄油我推荐就是用保鲜膜把它给包裹均匀，然后放到微波炉里做软化，这样它会均匀一些。如果你放在一个容器里面，它受热不均匀。然后下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粉类称量到一起，像我这里是已经过筛好的低筋粉和泡打粉，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柠檬棒，我是把柠檬皮也削到这个粉里了，这样可以提前让它
和粉类和黄油搅打过程中摩擦，更好的激发它的香味。这个你最后去加的话，我不是很推荐，因为它可能还会再带入一部分水分，引入一些新的变量，可以提前先把它放进去。然后第3个部分就是液体部分，粉油法棒蛋糕嘛，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先把粉类和黄油搅拌均匀。那糖在哪里呢？糖其实在蛋液里，提前把糖和蛋液，还有你想加入的液体，比如说我这个柠檬棒，我里面加了柠檬汁，把它们提前都搅拌均匀。这就是所有的液体和糖，你要确保糖在液体中完全融化，因为只有这样，这个糖它最终才能混合均匀。然后在开始制作之前再说一点，就是粉油法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最终你搅拌之后，它可以直接出品，它不需要再去手动去翻拌。那可能有人会问，你这种大量的操作会不会让它的口感变硬，就是产生大量的面筋？其实实际测试下来还好，你会发现，因为面粉已经和黄油提前混合，所以它是产生面筋的能力会变弱，就是粉油混合会削弱它生成面筋的能力，所以最终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不大。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我平时做这种粉油法的棒蛋糕，我一般是2条起做，一般4条、6条、8条，我会用一个厨师机去做。然后我觉得搭配起来最好用的一个工具是那个黄油盘，但是今天我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可能尤其是在家里做，用打蛋器的比较多。这个用打蛋器也能做，但是最终的效果和比重，它可能没有那么理想，而且那个打蛋器打这个粉油法的升温它也比较快，所以这一期我是以打蛋器来演示。其实你后面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用厨师机做，它的效果会更好。那我下面就开始这个正式的制作流程。这一期视频我决定不做那种特别完整的长流程的演示，就是我大概把一些操作的要点和细节讲清楚就可以了。首先就是把这个粉类给搅拌均匀。你像如果你有这种柠檬皮的话，你给它搅一搅，让泡打粉、低筋粉还有这个柠檬皮充分混合一下，大概这种状态就行了。然后下面就是加黄油。然后我的建议呢，是你先找一个刮刀把它们稍微混合一下，不然如果你用打蛋器去打的话，它这个粉会飞得到处都是。如果你用那个厨师机的话，其实可以直接打，厨师机不会有这个问题。把它大概混合一下就行了。然后我们用打蛋器来打，这个打蛋器尽量选择功率大一点的。然后我是建议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啊，准备一个这样的计时器，然后再准备一个这样的非接触式的一个温度计，方便测量它的温度。然后这个是计时，大概先设定一个1分钟，然后我们1分钟一轮，1分钟一轮，看看打几轮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状态。这个打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要说的，你就厨师机先低速，然后慢慢转高速就行了。你看一开始打的时候，它会是这种颗粒的，然后会有很多粉。你这时候不要着急，慢慢打，慢慢打着打着，它就混合均匀了。然后它一开始会有点崩啊，这个是正常的。你可以大概打到这种融合的状态就开始计时，先计个1分钟，然后把那个打蛋器调到高速，我们来开始打。这个打的过程中要这样手动的大范围的画圈啊，要保证它每一处都能搅打均匀。然后每次就是这个1分钟结束之后，我们来给它刮一下周边的盆壁。你现在能大概感觉到它已经变得蓬松一些了，就是打入一些空气进去了，但是应该还不够。我来量一下现在它的温度啊，你看已经有23度了，其实这个温度已经偏高了。这就是我说的粉油法的棒蛋糕，黄油的温度不能太高，因为它前期在打发的过程中，它升温会特别快。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忘记说，就是蛋液和糖的混合物这个温度也不能太高，可能平时那个糖油法的蛋液你要给它弄到25度，这个20度足够了，因为后面加蛋液你是需要给这个黄油面糊去降温的，不然它这个温度会越来越高。我们最终还是要把它控制在成品面糊的温度在22度、23度这个区间，不能太高。然后我们接着继续打一打。好，现在你看大概打到这种状态了，已经是比较顺滑的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制作粉油法棒蛋糕中一个比较关键的操作，就是在加入蛋液和糖之前，一定要充分把面粉和黄油充气，
虽然因为大量的面粉存在，它打不到像糖油法的那么蓬松，但是一定要给它充气，不是说先把面粉和黄油搅拌均匀就行了，一定要打。这个你不用怕打过，它这么多面粉在，想把这个黄油打过是不太可能的。加了面粉之后，稳定性会非常好，就你不管打成什么样，后面加液体都很难水油分离，因为它面粉的吸水性很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测一下温度，大概是已经到24度了，这个温度就不能再高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测一下它的这个比重吧。其实这个状态在我的感受下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我平时都是在这个环境下操作，然后我用厨师机的搅拌桨大概也是打个2分钟左右。我们来实际测一下比重，然后你们可以有一个参考。就像这样哈，把它刮平，这里面有一些气泡什么的，给它怼一怼，不然会有误差。填满，记得把这个里面的气泡一定要戳干净啊，不然测出来的误差特别大。你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我称一下，现在是79.5，也就是80左右。你们可以参考这个比重，就是黄油和面粉的比重要达到80左右，然后我们再来加液体。这个不能去参照糖油法的比重。如果你做糖油法的话，可能黄油和蛋液的混合物它最终能达到60多，最低能达到60多的比重。我们做这个粉油法的话，粉和黄油打到这个80左右就完全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加液体，这个液体就是之前我说的糖、蛋液，还有你需要加的一些风味的液体，比如说我这里的柠檬汁，一定要混合均匀。那我先来测一下这个蛋液的温度。这刚才说了，20度左右比较合适啊，不要太高，因为它需要给这个黄油降温的。现在我这个温度是20.2，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温度。然后这个加的话可以激进一点，一般这种2条，我在厨师机里我直接就分2次加，然后每一次加完之后再打个2分钟左右。那我们这次我也是直接分2次加，因为粉油法相对来说水油分离的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一半一半加，这种分2次加它也可以充分乳化。因为面粉的吸水性很强嘛，然后如果你是用这种厨师机操作的话，批量比较大，比如说你一次打6条，那我建议你还是分3次，2次可能还是有一些风险。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分2次加，然后每次加完了打个2分钟，中间打到1分钟的时候停下来刮一刮，让它均匀一些。尤其你用厨师机操作的时候，这个非常关键，不然的话你的那个蛋液是混合不均匀的，它有一些盆壁和盆底它是打不到的。差不多加一半进去。然后我们开始从低速开始啊，然后慢慢转这个中高速。我们先计时，好，可以转中速、中高速。这个厨师机的话，大概的档位我一般是在中间档，就是比如说总共有11个档位，我是用6档。然后打蛋器的话就开最高速就好了。这打蛋器的功率一定要大一点啊，不然这个面糊比较厚重，有点打不动的。1分钟，我们清理一下。看这个时候面糊的状态已经有点出来了。我这个柠檬棒的液体含量比较高啊，你不用参考我最终面糊的，完全参考它的状态，你只需要大概看一下它的比重就行。所以它最后烤出来的话，它的体积的膨胀度也没有那么明显。那这种好处就是最终它成品的湿润性比较高，然后它的抗老化性也会强一些。测一下温度，温度降下来一点，现在23.5，稍微高一点，问题不大，我们接着打。然后这个蛋液我们稍微放冷藏让它凉一下，一会儿再降一下温给它。就这个操作过程中的实际温度是要你自己灵活调整的，如果温度低了就升温，温度高了就降温，最终给它保持在22、23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再打1分钟。这个打完了之后，我们差不多要加第2次蛋液了，把它盆壁和盆底都好好清理一下。我这个时间只是参考啊，最终要看比重的，因为咱们的环境不一样，咱们的那个配方什么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包括我们的黄油的品类啊，这些都不一样，这都会影响。来做最后一次的搅拌。你看现在这个面糊的状态其实已经很顺滑了，就你做粉油法的时候，千万不要怕过度搅拌或者过度充气它生成面筋。黄油和面粉混合之后没有那么容易生成面筋。我们最后再打1分钟就差不多了，然后测一下比重，测一下温度，可能有点偏高，23度，22.8，还行。最后再打1分钟。这个状态其实差不多了，测一下比重啊，可以看我这个液体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它也一点都不会水油分离。
这个就是粉油法的一大优势。如果你用这个配方做糖油法的话，液体估计加到3/4的时候就该分离了。这边我们用比重杯测一下，也是给它填满，然后把气体排掉。这边可能看不到读数啊，我在这边录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最终的比重就是85.9。比我预想的稍微偏高一点点啊，但是这个因为差的不太多，然后温度也稍微有点高了，我就不再打了。那我们这个面糊最终就算打完了啊，可以看一下它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细腻顺滑的。粉油法一样可以做出很细腻、很蓬松的棒蛋糕。它的核心要点就是要充分的充气和充分的乳化，不要怕打过。最终我们这个比重是达到了86左右，85.9。其实相对于这个液体含量已经非常可以了，很多液体含量没那么高的标准配方的糖油法，它也就是达到这个比重，可能会比这个再稍微低一点。然后这个我之前测试过，用厨师机来打的话是可以打到82左右的，就是厨师机用黄油拍打的话，它的充气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个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从我的经验来判断，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这一期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了一下粉油法棒蛋糕的一些原理，然后与糖油法的一些区别，还有就是如何才能打出一个合适的粉油法棒蛋糕面糊。然后下一期我可能会讲一下棒蛋糕入模和烘烤的一些技巧，包括如何折这个纸膜，然后如何入模刮平表面，以及它的烘烤温度和状态的判断。那后面可能也会有更详细、更完善的棒蛋糕教学的系统课程。那感兴趣的朋友们也欢迎关注我烘焙工作室的账号 WithBake，也欢迎加入我的烘焙交流群，我们可以一起探讨。那我们下次再见。